准备战斗。都给我听好了，鬼子没踩地雷之前，谁也不许开枪。好。 混蛋！谁他妈开的火？给我打！别打！给我打！ 枪是张主任开的，出命令也是他下的。俺想劝来他，可是来不及了。伤了多少人？有8人牺牲，13人重伤，轻伤的有10几个。伤亡大多是在冲锋的路上和拼刺造成的。 怎么样？这场战役打得还算漂亮吧？啊！哎，怎么了这是？撤！ 前は鼓動山八路軍の範囲だ。今回の役目は超選択だ。鼓動山にいる八路軍の実力について情報を集めてくれるのだ。全員気をつけ、警戒態勢。3開始で進軍せよ。
もし体育に衝突したらジョーク自で使わないで忘れるのだ。はいはい、全員聞け。 OK。谁？口令！やばい、戦闘状態。台长猜的真准啊！刚把咱们哥几个调过来，就赶上了鬼子的夜袭。来，这伙小鬼子来的还挺是时候。大力啊，不对劲儿！你听鬼子枪声，怪，听枪声好像没几个鬼子，这火力还真挺猛。对啊，还有你仔细听，除了鬼子用的机枪之外，还有一种枪声我从来没听见过。对呀，这伙鬼子看来不是一般的鬼子。孙连长，你怎么来了？你们司连什么情况？娘的，这伙鬼子人不多，估摸着有10多个人，火力却十分凶猛。鬼子藏在村东口的小树林里，我组织4连冲了2次，都被压下去了。我们连已经阵亡6个，10几个人重伤，而且村口的5、6个暗哨估计也都……奶奶！孙连长，你把你里面的战士赶紧撤下来，别跟鬼子硬拼。你把村上给我守严了，别把鬼子放下来。剩下的交给俺们，俺们特战小队去会会这伙鬼子。俺们倒要看看这伙鬼子是什么来路。好，你们可得留神，这伙鬼子火力刁钻，凶得邪乎。俺们知道了，你赶紧派人去杨村报团长，就说俺们跟鬼子干上了。好，水少，咱们去会会这伙邪性的鬼子。被村长说的，好像长了3头6臂似的。好，大力，你带5人从左边包抄，我带5人从右边包抄，注意配合。好，弟兄们，上！大力，注意安全。你也是。小鬼子，
稗だと。你奶奶呢？撤退！早く！奶奶的，跑了！追！追！进来。团长，2营4连派人来报，一小股不明身份的鬼子在石门村进行夜袭，大连跟水生已经跟他们干上了，目前战况不详。不明身份的鬼子是，鬼子人数不多，但是装备却十分精良。朱夏军，你终于来了。周杰，集合特战队，跟我去石门村。八路軍のすぐ奶奶的，往哪儿跑？追迎兵！来い。隊長閣下、敵に囲まれました。よく聞け。ZB-26 とモーゼンだ。我々と対決する相手は強い。もう一度やります。ダメだ。今劣勢に立たされている。これ以上死傷者を出せない。今回は仮想攻撃しかないから全員伝令撤退だ。はい。由于鬼子来的突然，4连的弟兄吃了点小亏，6人阵亡，10人重伤，20多人轻伤。俺们特战分队仅2名队员轻伤，歼敌4人。索尔谋定的这伙鬼子很邪乎，比普通的鬼子能打，火力很猛。哎，你看这身装备，还有这使的这个枪，俺们以前从来都没见过。德国货。这伙鬼子什么来路？还装备德国货？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们就是鬼子的特战队，这伙人的头就是我在德国的同学朱夏俊。朱夏俊，跟他们比起来，咱们的装备差的不是一点儿。报告团长，刚刚得到消息，昨天晚上清源警备旅1团2营驻守的清源山阵地被一伙鬼子偷袭，损失惨重，清源山阵地失守。清源山失守了？是。目前刘志辉营长正在组织国军部队进行反击，准备夺回失守的清源山阵地。左杰，啊，准备一下，咱们去清源山。是，特战队，是。小辉，我还是来晚了。
昨夜青源山阵地失守，清源警备旅防线全线震动。虽然你送来的消息很及时，但是负责防务的1团2营却自视地形险要，完全没有把这个消息放在眼里，最后让敌人从后山突袭得手。渎职的2营长已经被军法处枪决。清源警备旅防御态势一下子就陷入到非常不利的局面。如果我没想错的话，竹下郡有一支专门用于山地作战的特种部队。特种部队？青源山的地形险要你也说了，后山那更是险中之险。竹下郡能在夜里面从后山发动突袭，没有山地部队他做不到。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恐縮です。さあ、共に竹下の初戦勝利のために乾杯。はい。旅団長殿のおかげで2つの歩兵中隊を制限山の正面から攻撃させ、今回の勝利が得られました。竹下君、君またまたご謙遜を。本部が君をこちら側に参戦させ、君が夜を利用し裏山から制限山を突撃しようと提案した時、なんと大胆な作戦だろうと私は思ってた。でもまさか君が成功したとは。さあ、大日本帝国皇軍が竹下君のような優れた人材を持つことに乾杯。乾杯。恐れ入ります。君が率いるこの特殊突撃隊は必ず後藤さんの八郎を潰せると信じる。ご安心くださいませ。絶対失望はさせませんから。旅団長殿、今回思いもよらなかったことは後藤さんに偵察作戦をし7人の隊員を失ったことです。竹下君、自分のせいだと思うがそうでもないんだ。生き残った5人の話では相手も戦闘力や火力とも驚くべき少人数部隊を持っていると。君なら必ず周英国の部隊を殲滅できると信じる。さあ、大日本帝国のために乾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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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听明白了吗？我最后再强调一遍：第一，从现在开始，全团进入1级战备，所有部队进入阵地，枪不离手，睡不更衣，加强警戒，做好战斗准备。是。第二，鬼子经过昨晚的侦查之后，很有可能从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摸上来。你们回去之后研究一下地图，把所有能进出虎头山的关隘、哨卡，还有人迹罕至的山沟、悬崖，都派人给我看好了。是是。大家分头准备吧。散会。赵杰，到。通知大力、柱子、水生，10分钟之后到我房间。是。水生，柱子，你们2个今天后半夜的出发，提前到半山亭侦察一下情况。如果发现日军的狙击手，就地把他们干掉，然后找一个隐蔽的地方藏起来。明天监视朱家军。是是。记着，没有我的手势，不许开枪打他。明白。大力，明天你跟着我，知道咱们要去见谁吗？是不是昨天鬼子那支特战部队的指挥官？太好了！你先别美，吩咐你2件事儿。第一件，你的驳壳枪别带了，带把步枪过去。为啥？这万一近距离和鬼子打起来，吃亏咋办？第二件，你的弹盒别带那么多，带1个就够了。
为啥，排长？他教你了，面对自己敌人的时候，要虚虚实实，不能让他清楚你的底细。是，不能让他们摸到俺的底细。你慢慢琢磨，别想得太晚了，明天还早起啊！我先走了。领导啊，陈毅过来干什么呀？你忘了，1级战备命令已经下达到建大队，他能不知道？赶紧过去吧。行。陈毅，别跟我说没事儿，这种场面我也经历了好几次了。我这不是也没跟你说没事吗？你瞎操心什么呀？你回来的时候先到赵庄吧，我在那儿等着你。行，杨大力，到，走，是。目标：半山亭中左侧和服男子，距离323，风速5，由西向东。团长和大力来了。
知道了，注意看团长手势。明白。在西部列达的 A 考古。你我都是军人，少了条胳膊，有什么大惊小怪的？しかし、先生のため、君の大切な腕を失わる入れとお前はなかった。すまない。真是对不住我，这么多年没说日语，忘了。魏国说笑了，当年在柏林，魏国的日语可是无比的流利，以至于日本的侨民都以为你是我大日本帝国的子民呢。还是你诸下的中文说得好。又说笑了。魏国请。这位是我的部下，宫本茂先生。见过周卫国君，在下宫本茂，请多多关照。会的。魏国，不介绍一下你身边的这位朋友吗？告诉他们，叫什么名字？俺叫杨大力。杨大力，好名字，人如其名。大力，人家夸你力气大呢。这小日本真有意思啊！俺还没把他撕成两半呢，他怎么知道俺力气大？魏国，请坐。没想到我们又见面了。该见的总要见的。今日相见，只需朋友之情，不论敌我。你忘了，你我之间的朋友关系，早在1937年的柏林就已经结束了。在战场外，我永远都会把你当朋友。只要你拿着武器踏上中国的土地，你就是我的敌人。看来你还是没记住我对你说的话。茶经有云：淇水涌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这是青原山的水，自然是上品。魏国，请用茶。诸下，你杀人太多，茶道已经不适合你了。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泉水，都遮不住茶里的血腥味儿。你我都是军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有时候我也是无可奈何。不错，你我都是军人，区别在于，你是侵略者，我是保卫者。周先生，我们从日本进入中国，就是为了把你们从这样腐败无能的统治者手中解放出来，是为了给你们带来民主和文明，是为了不让你们沦为欧美等国家的殖民地。从本质上讲，我们都是东方国家，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为什么我们不能联合起来，创造大东亚的共荣呢？殖民统治不叫民主，嗜杀成性不叫文明。侵略就是侵略，少给自己脸上贴金。你不配。看看你们腐败无能的政府，难道这样的政府也值得你为他效力吗？我效忠的是这个国家，以及在这个国家居住的人。我不像你，
北国一别5年了，不知道你的剑道修为如何？不知今天有没有兴致，我们切磋切磋？如果我说我没兴趣跟你切磋呢？怕了？我是怕我忍不住把你斩了。是的，跟小鬼子比刀干什么？给俺们发一信号，一枪过去不就行了吗？主子，团长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咱们盯紧就是了。目标已锁定，射击已准备就绪。先等等，我再找找鬼子第2狙击手。没有发现鬼子第2狙击手。水生哥，你就让俺开枪吧，俺怕再不开枪，鬼子会向团长开枪。这样，待会儿我喊开枪后，你马上开枪。开完枪立刻隐蔽。开枪！哎！主子，继续盯着。倒背，这不是我教你的。谢谢你给我泡茶喝。飞国，我记得你曾经说过，改日在战场上相遇，你绝对不会手下留情。现在刀就架在我的脖子上，只要你轻轻划过我的经动脉，你就可以履行你的承诺了。
我们中华是礼仪之邦，你我虽无师出名分，但我的剑术的确是出自于你，我不会用它杀人。排长，跟这种人讲什么道理？换了是俺，趁早一刀宰了干净。魏国，我真的不想和你做敌人。你太天真了，我也不想和你做敌人。我们中国人，没有人想和你们日本人做敌人。但是我们现在是敌人，今天我不杀你，不代表改日战场上相见。我不要你的命，这算是个约定了。就算是吧。那好，就请你也留好性命，我一定会来取的。你尽力，我竭尽所能。记着，我不要俘虏。大力，走。平生一知己，生死两相争啊！宫本，让你费心了。刘主言重了。你安排了几名狙击手？4名。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我又损失了4名狙击手。对不起，刘主，全怪卑职瞒着您安排了这一切。我理解你的做法，但是我希望你能明白，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周卫国，而是整个虎头山的8路军。卑职明白。你对周卫国怎么看？周卫国这个人，实非泛泛之辈啊。宫本，你是情报官出身，不妨说说你对周卫国的看法。首先，周卫国这个人很懂得示弱。就拿他的日语来说吧，他说他忘记了，但是宫本绝对不会相信，他会忘记一项和皇军作战有实际用途的技能。我也不相信，就像我也忘不了中文，这也是为什么我要求你们都说中文的原因。您注意到了吗？和他一起来的那个士兵佩戴了1个弹盒，1个弹盒最多只能装30发子弹，这说明虎头山的8路军弹药不足。另外，这个士兵的弹盒佩戴在他的右前方，这也说明了他们还不知道如何正确的使用弹盒。看来他的士兵训练也有问题。刚刚那个士兵叫周卫国排长，难道周卫国还只是个排长吗？不过这倒也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因为周卫国以前在国民党的部队里当军官，后来投靠了共产党，他还有一个被共产党接收的过程。从以前的战例来看，他所经历的都是小规模的战斗，由此我可以判断，虎头山的8路军，特别是周卫国的突击队，只是小股部队而已。这次见面，看似我们获得了很多周卫国的信息，可是你仔细一推敲，你会发现这些信息并无助于我们的判断。卫国呀，卫国，我还是低估你了。团长究竟是怎么想的？怎么就这么放过这2个小鬼子？说子，你想想这是谁的地盘啊？如果现在我们开枪毙了这2个鬼子，团长他们能安全离开吗？是俺不对，俺没你想的多。好了，团长的安全就在我们2人身上。只要团长还没进入刘营长防区，我们就盯紧这2个鬼子。明白。对于突击部队的使用，我还是不如周卫国。虽然我们的突击队在装备和火力上占有优势，队员又都不是新兵，
可是我们缺乏小股突击部队作战的经验。相反，周卫国的突击队在组建开始就一直和皇军处于交战状态，作战经验丰富。在这一点上，我确实忽略了。宫本情报支持不力，今日又越级指挥，还请指挥官阁下责罚。这不怪你，我本应该更了解周卫国，毕竟我们俩同学2年。但是你已经有5年没有见过他了，你要知道，5年对于一个人来说是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的。是啊，5年的时间足够长，长的足以改变一个人的性格和处事方式。但是有一点，周卫国没变，还请留主明示：凡事谋定而后动。卑职也有同感。据卑职分析，周卫国这个人是惯于后发制人的，但是每每却会后发先至，就像他的狙击手。对面的朋友，多谢手下留情。手下留情，兄弟们。宫本，有板6.5毫米步枪弹足可以穿透你的身体，再打中我。但是还是很感谢你对我的护卫之情。卑职惶恐，刘主身份高贵，只怪卑职照顾不周，才让刘主陷此危险境地。这不怪你，要怪就怪周卫国的狙击手太出色了。还请刘主责罚。宫本，请坐。坐下吧。你我现在其实都已经是周卫国的人质了，但是在周卫国离开我们的控制范围之前，我相信我们还是安全的。叔子，我估计再过半个钟头，团长他们就能进入营长防区了。到那时候，我还开枪。明白。宫本，你相信我吗？刘主，卑职从来没有怀疑过你。那好，请你仔细听我说的每一句话，记住，身体不要乱动。从刚才我跟周卫国比刀的声音判断，周卫国的狙击手应该有2名。从刚才陶罐的弹着点来看，这2名狙击手应该在我12点钟方向。在我的身后各有一根柱子，柱子大概宽40厘米。如果一个成年男子能够侧身躲在柱子后边的话，就算身体暴露出来的位置，连最优秀的狙击手都击不中。在我数到3的时候，我俩分头行动，目标身后柱子。卑职明白。根据我跟禁卫旅团长的约定，再过1个小时，如果得不到我的信息，将会有2个突击分队和至少3个中队的皇军赶到这里。这次和周卫国相见，我并不想对付他，也不希望清源的中国军队趁虚而入。和最好的朋友做敌人，总得当面有个交代。宫本，咱们俩可得在柱子后边待上1个小时。再过1个小时，就该轮到周卫国的狙击手被猎杀了。散。叔子，
乱动！狗日的！就算他们躲在石柱后边，只要咱们俩还在，那就下不了山。明白？厨子，估计团长已经进刘营长防区了，咱们也该撤了。水生哥，就这么放过这2个小鬼子，太便宜他们了。这2个鬼子头现在躲在柱子后面，我们拿他们也没办法，算他们运气好。团长现在安全了，咱们也该撤了。这离天黑还有一段时间，等鬼子大部队来了，咱俩就走不了了。厨子，撤！狗日的，俺也不能便宜了你们。回来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没事儿。没事归没事，以后少让人这么担心。走吧。走。突击队在这几天的作战中付出了很大的牺牲。我作为这支突击队的指挥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通过这几天的作战，我们也认识到我们的不足，那就是我们极其缺乏小股部队突击作战的经验。这是12名帝国勇士用鲜血换来的教训，诸位都应该明白这个教训如何的珍贵。今后，我们将弥补这个缺陷。因为你们都是帝国勇士中最优秀的士兵，请你们告诉我，你们能不能做到最优秀的突击队？能！拜托诸位了。天皇万岁！大日本帝国万岁！杀光中国人！天皇万岁！大日本帝国万岁！杀光中国人！杀光中国人！杀光中国人！解散。指挥官阁下，实战经验的不足，必须在战斗中得到弥补。那么，接下来该做什么呢？请
声援中国军队。你听听，啥呀？哎，奇怪了，刚刚还听见什么呢？你没听见吗？我说你这人咋疑神疑鬼的呢？我跟你说个事儿，现在来的鬼子援军啊，可厉害着呢。整个二营的事你还知道吗？不知道。这整个二营的阵地啊，就是让这帮鬼子给端掉的。我听二营活着回来的兄弟说，他们都是睡觉的时候让人给抹掉脖子的。这帮鬼子可狠，枪法贼准，个个都杀人不眨眼。真的假的？我胆小，你可别吓我呀！不是我吓你，咱不是没跟上一个好长官吗？这要是跟了一营刘营长，至于这么担惊受怕吗？为啥呀？这事你不知道，这一营刘营长可是虎头山八路军周卫国长官的弟弟呀。周卫国是那个打鬼子最狠八路军长官周卫国呀。啊，这虎头山方圆百里，难不成还有第二个周卫国？那就算人家刘营长是人家周长官的弟弟，那凭啥咱跟了他就不用担惊受怕？现在这鬼子天天到处打这个打那个，怕过谁呀？那虎头山八路军狠，把人家给打残了，鬼子不敢招惹他。这鬼子心里窝火呀，气儿没地撒，这不就自然找咱们国军了吗？这刘营长跟人家师兄学了几招，也狠，鬼子也不敢轻易招惹他。这咱营长不是没搭上八路这根线吗？苦谁呀？不就是咱们这帮人吗？对呀，早知道啊，我就跟人家八路军去了啊！哎，你后面。一团三营前哨阵地，37人于昨夜全部被杀。天亮后，37具兄弟的尸体被斜吊挂在掩体外面。你他妈这个团长是怎么当的啊？这他妈才几天，丢了青云山阵地不说，现在还让鬼子摸到了咱们眼皮子底下，把他妈前哨阵地都给端了。都说钱打水漂，钱打水漂，就算是钱打了水漂，还能听见个他妈响。你倒好啊，那是整整一个排，37个弟兄，死的连他妈个动静都没有。卑职也没想到鬼子这么快就再次发动偷袭，他们是要等到鬼子打到了清源县城才开始想吗？吕座，鬼子这次偷袭跟上次偷袭清源山一样，也动用了他们的秘密部队。他们，你这儿长的是脑子吗？我问你，长的是脑子吗？我看就是他妈一堆大粪！鬼子的秘密部队第一次出动，那叫秘密部队，这他妈都第2次了，还他妈叫秘密吗？清源山阵地丢了，杀了一个营长，这一次老子不在乎再多杀一个团长。吕座开恩，吕座开恩了！吕座息怒，这次的确不是严团长大意。我看过他们的阵地，防御非常得当。这次是鬼子太狡猾，得当个屁！要真不值得当，还能被鬼子偷袭？2营、3营都被鬼子偷袭过，为什么1营刘志辉的阵地，人家那才叫不值得当？吕座，刘营长的确带兵有方，但是他的阵地跟2营、3营相比，的确离鬼子更远。我平时最瞧不起的就是你们这些人，技不如人，还死不承认。吕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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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恩呐！吕座，严团长跟随您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请您法外开恩。都他妈给我闭嘴！传我命令，1团3营营长王勇以渎职罪就地枪决；1团团长严世贵免去团长职务，送军法处；1团1营营长刘志辉升为1团团长，军衔晋升为中校。
坐吧，别客气。哟，中校了。因为前天晚上鬼子的偷袭，我们一团3营长被就地枪决，团长也被解职送到军法处，由我接任一团团长。这事儿我听说了。37个兄弟就这么被鬼子给杀了。我检查过他们的尸体，都是要害中刀，一刀毙命，死前甚至来不及做任何反抗。哥，这次来增援的究竟是什么部队啊？短短5天内，警备旅先是丢了青源山阵地，现在连最后一道防线都面临危险。说实话，我觉得这次来增援的部队和你手下那支特战队很像。记得当时在虎头山，我们营就是莫名其妙的被你们活捉的。鬼子这支部队是专门奔着我来的，他们的指挥官叫竹下俊，是我在德国军校的同学。报告，团长，不好了，石门口有老乡踩上地雷了。怎么回事？今天早晨，2个斜塘村的老乡在石门口山上附近打猎，下山的时候不知怎么就踩上地雷了，一个老乡当场身亡，另一个老乡双腿被炸断。虽然经过卫生员抢救，但是现在是死是活还不知道。我不是给部队下过命令吗？不见鬼子，地雷不许放下。那个地方我们根本就没有布雷，而且卫生员从老乡身上取出的弹片也证实了不是我们根据地自己造的地雷，是鬼子的地雷。后来工兵在石门口和一线天一带几个我们没有布雷的地方，也发现埋有鬼子的地雷。数量多不多？数量倒是不多，但是每颗地雷布设的都非常巧妙，如果不特别注意，根本就发现不了。而且布设的位置都是各处要道。传我命令，部队加强警戒，绝对不能让鬼子再进山。还有，去告诉斜塘村的老乡们一声，最近不要出门，等我们的工兵把地雷拍干净再说。是。机枪还有掷弹筒，一半死死的被压在封锁沟里，2排其他2个班拼死营救，到最后2排排长阵亡，1班、2班班长
这，排长，你处分俺吧。俺明打他外上，俺没脸见俺的兵了。一班长跟俺是同村的，俺更没脸见俺们村的人。你撤了俺吧，俺别的不求，就求你让俺当回机枪手。俺要多杀鬼子，为他们报仇。阵亡9人，重伤16人。我撤了你这营长就完事了。排长，那得毙了俺吧。德力，你回吧。下回我让赵杰带着直属队配合你们行动。排长，你毙了俺吧！杨大力，你他妈混蛋了！9条人命，我毙了你就完了。你知道你现在该做什么吗？你他妈回去把衣服带好了。今天下午，我亲自到你民部去。今天晚上把那炮楼给拿下来。排长，您放心，俺一定好好准备。大力，你是我亲自带出来的兵，又是老3连的兵，别给咱老3连丢人，别给许连长丢人。排长，俺不会给东村英雄连丢脸，更不会给您丢脸。二牛到，让赵杰带直属队来团部报道。